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与特朗普展开第一次电视辩论，这是两人首次正面交锋。距离9月16号提前投票起跑仅剩不到1周的时间，外界形容这场辩论对两人来说是决定性的90分钟。 这场电视辩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国家宪法中心举行，场内没有观众，与特朗普和拜登6月举行的辩论规则一致。此次辩论也沿用麦克风静音功能，即当一位候选人在辩论发言时，另一位候选人的麦克风会被静音。开始辩论前，哈里斯主动走向特朗普，与他握手。Kamala Harris, let's have a good debate. Have fun. Thank you. 当被问及美国人是否比4年前生活得更好时，哈里斯强调说，他是台上唯一一个在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候选人。I was raised as a middle-class kid, and I am actually the only person on this stage who has a plan that is about lifting up the middle class and working people of America. 特朗普则就移民问题发起攻击，称许多移民来自监狱和精神病院。We have millions of people pouring into our country from prisons and jails, from mental institutions and insane asylums, and they're coming in and they're taking jobs. These are the people that she and Biden led into our country, and they're destroying our country. 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朗普发言期间，哈里斯的麦克风被打开了。 Seventh month. Come on. Okay, would you do that? Why don't you ask her that question? Why don't you answer the question? Would you Because under Roe v. Answer the question. Would you veto? You could do a 在2020年与时任副总统麦克彭斯的辩论中，哈里斯以一句“副总统先生，我在讲话”，巧妙地阻止了辩论对手打断他的发言。 Mr. Vice President, I'm speaking. I'm speaking. 而特朗普也在今天的辩论中刻意模仿了哈里斯的这一句台词。 She went out. Wait a minute. I'm talking now. If you don't mind, please. Does that sound familiar? 毫无意外的是，哈里斯在辩论中大肆攻击特朗普已被裁定的罪行。 I think this is so rich, coming from someone who has been prosecuted for national security crimes, economic crimes, election interference, has been found liable for sexual assault, and his next big court appearance is in November at his own criminal sentencing. 作为前总统，特朗普的大选辩论经验明显更丰富。毕竟他已经第7次为竞选总统而辩论，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名候选人都多。共和党策略师凯文·马登认为，特朗普用90分钟的时间对哈里斯进行真正集中的进攻，比播放100次的竞选广告效果更好。 与特朗普滔滔不绝的风格不同，哈里斯的表达比较精炼。在民主党候选人提名演讲中，哈里斯只讲了38分钟。2020年，哈里斯与时任副总统彭斯的1对1辩论中，发言量比彭斯少了约17%，但是哈里斯仍控制辩论节奏，给选民留下深刻印象。 Stakes higher for Harris because there's more capacity for her to be defined by Trump and to define herself than there is for Trump to do either for himself. 不过，从既往选举结果上看，辩论对于选情的影响有限。但是本届美国大选状况频出，不能完全以惯例来预测。今年6月，第一场两党候选人电视辩论就破天荒地导致拜登最终宣布退选。让民主党人担心的是，哈里斯并未从8月19到22号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中获得支持率提升，打破了美国总统选举年党代表大会能够为一党候选人暂时推高民望的惯例。 相反，随着人们开始接受了哈里斯对决特朗普的新形势后，特朗普的支持率落后幅度已有所收窄，在部分最新民调中还再次反超哈里斯。在这次电视辩论前，最新民调显示，两人在全国和关键战场州的支持度都非常接近。 此外，这次辩论的所在地宾夕法尼亚州是本次美国大选的摇摆州之一。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支持率在该州微弱领先特朗普，优势只有不到1个百分点。 但特朗普毕业于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宾州是他努力拉拢的摇摆州。双方团队在这里争夺，投入巨大资源，包括斥重金投放竞选广告以及设立竞选办公室。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此前正是在宾州参加竞选集会时，险些被子弹射中。 I know if Kamala gets in, it'll be the same chaos that's been going on for the past 3.5 years. Well, she needs to speak up on what this country needs.
10号来华访问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及挪威首相斯威特分别由北京转抵上海，展开经贸交流活动。中国商务部最新表态称，只要欧方展现诚意，与中方相向而行，就可以通过磋商解决彼此关切。而据欧洲最新消息，欧盟将降低从中国进口特斯拉和其他电动车拟议关税。据知情人士透露，欧盟将小幅下调针对从中国进口的特斯拉以及其他汽车制造商的电动汽车的拟定附加关税税率。特斯拉的拟议税率将从9%下调至略低于8%。这名知情人士说，欧盟正根据公司提供的新信息进行修订，而欧盟上个月已经将针对从中国进口的特斯拉电动汽车的拟议额外关税从20.8%下调至9%。在拟议的最终关税11月生效前，欧盟成员国将针对此事进行投票。针对中方与欧盟就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磋商和沟通进展情况，商务部发言人10号回应称，欧盟宣布对华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以来，中国政府和业界一直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妥善解决。8月20号，欧委会发布了中裁前披露。尽管我们对中裁披露无法认同、不能接受，但仍秉持最大诚意，希望努力通过对话磋商解决摩擦，寻求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希望客观、理性、认真，来看待中国的崛起和新一轮的机遇，而不是光看待挑战。所以他现在对中国的定位什么伙伴竞争者、对手，但是这个3个定位之间的顺序是可以一定的调整的。发言人指，9号，商务部副部长李飞一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委会贸易总司总司长韦恩德举行了会谈，并再次向欧方表达了希望对话磋商妥善解决中欧经贸摩擦、合理照顾彼此关切的意愿。欧盟委员会7月宣布，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7.4%至37.6%的临时反补贴税，最终裁定11月4号前作出。在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临时关税后，中方随即展开对欧盟进口的猪肉、乳制品和白兰地的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欧盟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之际，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来华访问。10号上午，桑切斯在上海出席首届西班牙中国商业论坛时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希望同中方深化经贸合作。西班牙方面也愿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环境，两国经济高度互补，应超越地缘政治影响，加强在高端制造业、绿色能源、循环经济等领域合作，同时扩大第三方合作，尤其是亚非市场的合作。西班牙也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希望欧盟和中国通过开诚布公的对话缓解当前的压力。桑切斯坦言，这种紧张局面很大程度是由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增收关税造成的。Por esa razón, apostamos por el diálogo honesto para reconducir tensiones existentes, que en gran medida son resultado del anuncio de la imposición de aranceles a los vehículos eléctricos. Lo que propugnamos, en definitiva, es una solución negociada y acordada en el marco de la Organización Mundial del Comercio que ayude a desarrollar unas relaciones económicas equilibradas, justas y que evite cualquier tipo de escalada comercial que no beneficiaría a nadie. 外界注意到，针对是否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欧盟27个成员国在7月中旬进行了预投票，其中西班牙投了赞成票。观察认为，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西班牙态度发生微妙变化，认识到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增收临时关税造成双方紧张局面，是因为此举可能会冲击到西班牙。一方面，中国对欧盟进口的猪肉、乳制品展开的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直接打疼了西班牙。该国去年对华出口猪肉产品总值15亿美元，高居欧盟首位，比排名第2、第3的荷兰和丹麦总额还多。